西单一日游开始啦 ！Hello， 你好。这熊挺可爱，都长草了。从这个地下通道过去，你这不仔细看都看不见边上的。在右边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它好像就是纯装饰品。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那个下水。北京地铁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。我们现在在西单路口的东南角。想当年只有2条地铁线，现在北京的地铁线已经像个太阳一样。前一段时间还有点像蜗牛或者螃蟹什么的，现在爪子越来越多。就开始像太阳，就是以天安门为中心，成一个圆形。哇，好安静。不愧是8点。要是9、10点钟，这地下通道里全是人。每次走这个地下通道的时候，让我想起莫斯科的那个地铁站，也是差不多这么宽，但是远远比北京的地铁站要热闹，因为莫斯科那边地铁站只有卖艺的。咱们这儿曾经也有，现在都没了。北京现在不让。就是也不知道是哪年修的这个牌楼。这几年疫情就没来过，应该也没有修太早。去年还是哪年来着？咱们不是来过一次，但是没往这边走。然后这儿的这些个绿植什么的，当时好像也没那么多。对，当时好像是刚修完，还没有长起来，差不多1年多的时间，修的有点像热带雨林。这个树更有点感觉。这种芦苇草是累死的，还不是，它就是狗尾巴，更大棵的就观赏性更强，不像咱们小时候在那种草堆里面看到。很怀念那种，放学回家揪2根儿，然后摸着玩。那会儿还拿那个芦苇草编小树呢。啊，不过那会儿的芦苇就是狗尾巴草没这么粗壮。整个这一片还挺大。其实这样比以前好多了，虽然有这些小步行道，也算是一个广场，但是没有绿植。哎，这块现在修的还真是挺不错。这会儿没有什么人。听到有水声啊。嗨，还不是喷泉，是浇花。哎，哦，就是天野喜孝的设计展全球首展，2022年7月14号到8月7号。那7月14号，那现在其实还是有展开着呢。对，就是大早上的没人，我们顺着台阶走到更新场的下层。下层广场中的大菠萝吸引了我们的视线。闻点大菠萝挺好玩。来跟菠萝拍一下。离开这地下广场后，我们去不远处的口袋公园以及那边的胡同还有府右街探索了一大圈。路过了电报大楼，来到了北京图书大厦。北京图书大厦是西单的地标建筑。1998年开业后，能在这儿买到国内及海外的各种图书。学生时代的我们经常整个周末都泡在这儿。现在这个网络发达的时代，我们依然可以跳进这知识的海洋，毕竟这很凉快。图书大厦开门挺早，绕着西单走了这一大圈，我们得进到里面看看，降下温。大厦的1楼主要是政治相关的书，2楼是哲学与历史，3楼是教育，4楼是 IT 语言艺术类。图书大厦内部有一些餐饮店，就像是海洋中的小岛，补充了体力才好继续战斗。来到2层，书和1楼的果然完全不一样，没走几步就是国家地理。手套。来说句话，输了。你好啊。它快如闪电。他现在图书大厦已经不仅仅是卖书了，如果国宝会说话央视的那个纪录片。好
哦，购买书可以直接在这找，扫描关注，然后点击店内搜索，然后查询完图书之后直接扫描就可以下单，然后在这边扫码交费，然后上面还写如需购买到1楼款牌，然后这边还提供了洗手。2022年官方是冰墩墩和雪龙龙。那应该可以轻松买着。之前都脱销嘛，之前我在网上就是它的那个奥林匹克专卖店只能买到这个和这个，就买不到玩偶。68一个。对，老段当时还问我说北京能不能买得着？我说北京也脱销，但是香港那边买不到了，不在场了，就是剩下卖完了就完了。绝版货。对。这一层都是儿童读物，小孩的它装修就不一样。你看各种各样的，其实这个东西不光小孩玩，我觉得成年人其实也，就是你家里要有地方摆的话，成年人也挺好。哎，那个星星还做了屁股，你等它转过来，就是还有前面的胸，后面的屁股，太可爱了。然后王子救公主，用网上的一句话说，就是这些东西对于孩子来说有些幼稚，但是对于我来说正好。啊。现在很多成年人其实是比孩子更喜欢玩这些东西，淘金啊、淘石头、几斤买石头、换这样的。很多孩子他其实没有耐心去拼这些东西，所以你看玩乐高的好多都是成年人，孩子区就是比较花活。对，就是很活泼。吃东西吗？不行，吃了一会儿我就吃不下了。啊，现在这些文具做的都好漂亮。橡皮。它是冰箱贴，经看不经用，就是好看，但是不会好使。它文具大赏有的东西真的是挺牛逼的，但是有些真的是中看不中用。估计现在电脑类的应该会少一些吧，因为感觉电脑类的估计发展太快了。按设计的都有，电脑怎么设计的都设计这东西变化更快。但是设计的核心的概念不会变太快，但是电脑不一样。可以提爸爸。在4层歇了会儿，我们离开了图书大厦。在大厦门口，我们看到银行前面贴着《鬼灭之刃》的海报，是动画与银行的联名信用卡。我们回到西单大街，乘坐电梯上过街天桥。在汉光百货门口，远处好像有个活动场地。这好像是个充满童趣的创意小广场，很多商场都有类似的创意设施，这里应该也是个网红们的打卡地，或者曾经是。这熊挺可爱，都长草了。闲暇时光在这儿喝着咖啡，看着蓝天真好，只要别下雨。这个巨型史莱姆有点意思。饿了，拍个全景去吃饭。这片曾经叫民族大世界，售卖各地生产的衣服和纪念品。这座清初的建筑叫绵德府，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13年，蒙藏院开办了学校，第3进院子里还有成吉思汗的纪念碑，还有一棵周长2.7米的枣树。整修完了，一定要再来看看。饿得不行了，我们去马路对面找个饭馆。在君泰百货楼下7拐8绕，我们终于找到了一家想吃的。我们是要买的杨枝甘露，这是杨梅瑞大冰，然后喝的麦茶。切好的圆白菜丝，复杂的这个纹路，然后就拿这个小棍儿，然后小棒棒在里面戳碾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些芝麻碾碎。这个是用来你在后面蘸猪排用的。我其实是想等猪排来了一起就拍一个全家福，但是似乎有点难，不太可能，等不了，太饿了。猪排要做的时间比较久。水灯光，还有猪排，好像除了猪排，其他都可以无限量的选。我特别喜欢在这些炸的东西上面挤柠檬汁儿。
觉得这种柠檬汁的酸爽特别会调整这个解腻的那种感觉。来尝一下竹荚鱼，还挺大，跟我手一样大，还可以。在镜头里比我脸还长。这是另一块。这个章鱼丸子味道挺不错的，而且里边是有实打实的一块章鱼肉，是一块猪排，看着这块。我们开始吃虾了，虾肉很多是吧？吃不了，但是又很想吃整蘑菇。虾肉巨棒，可着实了。是它那个虾挺新鲜的，就是非常有弹性。喜欢我们的朋友，请点赞、评论、订阅，感谢。敬请期待我们接下来的 vlog，咱们下回见。